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挖孔屏离路导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。随着 iPhone 14 Pro 系列的发布关于灵动岛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。无论是正面的去力挺，还是负面猛踩它，核心其实还是在那个挖孔屏上。其实大家更想看到的是真正的全面屏。目前屏下摄像头效果还远未达到苹果的要求。另外还有很多声音也希望放弃面部解锁，回归指纹做屏下。如果是你，会如何选择呢？其实从 iPhone X 开始就一直有传言，苹果会把 Touch ID 重新带回到 iPhone 上。最近据彭博社报道称，虽然苹果已经做了相关测试，但实际上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有 Touch ID 回归的。据报道，苹果已测试了屏幕的 Touch ID， 还有如 Apple Air 和 Apple Mini 那样把 Touch ID 加到电源按键中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苹果已经测试了它们的可能性但该编辑还是认为，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看到有任何的改变。在过去几年里苹果内部一直在讨论把 Touch ID 带回到高端 iPhone 上。我们可以在低端的 iPhone SE 上看到它的身影，但至少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Face ID 会继续存在于旗舰 iPhone 上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希望看到触控 ID 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返 iPhone。从 iPhone X 开始，苹果对 Face ID 是做了改善和优化的。早前它只能在竖屏模式下解锁，一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，你不得不忍受在你躺着玩 iPhone 的时候，为了解锁或者某个用到 Face ID 登录 App，重新调整手机和自己的脸对齐的烦恼。现在从 iPhone 13开始，也能在横向的模式去使用它了。当然，还有疫情推动的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戴口罩时也可以用 Face ID 解锁使用。其实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将触控 ID 也可以同时作为解锁工具，而不需要2选1，只能留下一个。在 iPhone 上同时拥有 Face ID 和 Touch ID，在安全性上也是很好的选择。例如，你可能需要 Face ID 和 Touch ID 同时认证，才能访问那些超级敏感的一些信息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和我一样，或者有其他更有意思的想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